大家好，我是 Klaus。 中国有一档很火的电视节目叫《这就是中国》，是一个宣传爱国和正能量的节目。其中有一期观众提问说，最近网上有一个特别热门的讨论，当我们谈到国家发展趋势的时候，普遍都是一种厉害了我的国的这样的自豪感，但同时落到个人发展的时候，又普遍存在一种996打工人这样的消极情绪。该如何解释这种大国崛起以及个人发展不协调导致的这样的心理落差呢？在节目中回答这个问题的是2位知名的专家，但是他们解释的其实都不好。其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维为说，根据民调，中国的年轻人普遍比其他国家的更为乐观， 95% 的中国年轻人认为自己会比父辈过得好。最后说年轻人应该积极向上，要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他讲了半天，其实就是否定了年轻人有这种心理落差的现象。人家让你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你说这种现象不存在，答非所问。第二个专家说，年轻人有这样的想法主要是因为买不起房，但实际上发达国家年轻人也买不起房。说自己去过法国，虽然法国收入是中国的20倍，但是 5% 的年轻人都租房，最后鼓励年轻人租房结婚。这2位专家都没有解释到点上，反而很多普通的网友对这种现象认知的更为透彻。在中国的网络上也有人问这个问题，在网络上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凡是关于宏观层面的视频，比如国内产业升级和国际关系等，弹幕普遍都是极其乐观向上的，基本上就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然后只要持有这种观点的主讲人也能获得很高的赞。而到了中微观层面的视频，比如房价或者年轻人生育等等，弹幕普遍又悲观的不行，基本上不是彻底放弃躺平，就是宣泄不满，然后任何试图劝大家乐观一点，现实没那么可怕的主讲人都会被喷。这说明一个奇怪的现象，人们在对于国家前途无限乐观的同时，却对自己的前途极其悲观。这个帖子下面获赞最多的一条评论说，因为对自己的悲观是切身感受，自己处在不利的环境，自然悲观。对于宏观乐观，那是宣传的结果。底层的个体谁能清楚了解宏观，都是被动接受而已，信息不对称的结果。第2条评论说，那个骂芳芳该拔舌的女孩被赶出了蛋壳公寓。第3条评论说，一个人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充实而乐观时，他的注意力都在个体，是不会刻意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只有在相反的情况下，他才会寄望于国家、民族、宗教等。这几位网友都分析得非常好，不过我还是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那就是因为中国人很模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对党、国家、人民等概念混为一谈。其实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古人早就分得很清楚。在2000多年前的商君书里的《弱民》一篇，开篇就写道，民弱则国强，国强则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国家和人民是分开的2个不同的概念，特别是在一个专制的国家，国家并不属于人民，国家的成就自然也不是人民的成就。专制的国家好比是私有公司，公司发展的好，只有老板和高管有资格去炫耀。比如一家烤鸭厂升级了一批高科技的烤鸭设备，谁有资格为公司的发展而自豪呢？首先当然是公司的老板，然后就是公司的管理人员。至于普通员工，公司发展的好不好跟你也没有多大关系，你只是个打工的，公司好就做，不好就跳槽去其他公司。不过中国人民可能连普通员工都算不上，员工是有福利的，中国的社会福利全世界排名倒数，而且在中国这个公司打工可不能随便跳槽，在自己国家内部移民都很难，有户口的存在，买房、工作、孩子上学都有限制，更别说是移民国外了。从今年开始，护照都不能随便办理了。在我们打比喻的这个烤鸭厂里，中国人都算不上普通员工，只能算鸭子。烤鸭厂升级，厉害了我的厂，鸭子自然是没有资格喊的。在一个专制的国家里，国家不属于人民，国家越强大，人民反而更辛苦。就像专制的秦朝，秦朝强大的背后是累累的白骨。所以有句话说，长城很伟大，但是你是修长城的人。强大的秦朝修长城死了上百万人，修阿房宫死了几十万人，修始皇陵用了几十年，死伤无数。
为了保守秘密，最后所有的劳工都被活埋。现在来讲也是一样，朝鲜掌握了核武器，变得更强大了，那么朝鲜人民就更惨了，国际社会想介入也更难了。如果说专制国家相当于私人公司，那么民主国家就相当于公众公司。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人民可以决定执政党和领导人，拥有的选票就相当于股份，在股东大会里可以投票选择公司的管理层，人民既是员工也是股东。公司发展的好，员工自然有更多的福利和分红。民主国家是属于大多数人的国家，国与民的关系就更为贴近，国家的兴衰与人民的利益发展一致。而现在的中国人感受到的是，国家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相矛盾，恰恰说明了这个国家只是少数人的国家，这个国家越来越变成了只属于少数权贵和资本的国家。对于这样的国家，国家的强大，人民是没有资格引以为傲的。中国的军队很强大，但里面却不会有领导的儿子。统一了台湾，中国人也不会享受到台湾的全民免费医疗。高铁很发达，可是大部分人却坐不起。中国有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而高铁票比机票还贵。一个不属于人民的国家强大了，那么人民就是这个国家强大的代价。权贵和资本垄断了国家的一切，人民变成了打工人，也就是奴隶的新说法而已。也就是说，一个专制国家越强大，那么这个国家就越接近于奴隶制国家。奴隶们歌颂完奴隶主富丽堂皇的宫殿、广阔的土地、豪华的马车，最后还是要回归到无休止的996打工人的生活。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一期节目我们分析了为什么全世界艾滋病人在减少，而中国的艾滋病感染却逐年增加。网友 Hubert 蔡说，我觉得批判中国政府的政策等措施是应该的，但禁止艾滋病人入境跟艾滋病传播没有直接关联，我觉得这点不太有说服力，反而带有歧视意味。让艾滋病人入境本身没有问题，上一期视频我也说过，全球有60多个国家禁止艾滋病入境，那么反过来讲，也就是说有120多个国家允许艾滋病人入境。禁止艾滋病人入境对艾滋病人来讲当然是歧视，不过中国是在一带一路鼓励非洲人来华背景下，同时取消了入境限制，这就不一样了。取消这个限制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非洲人进来吗？如果说中国一直都是对艾滋病人开放，那么可以说艾滋病的增长跟入境没有关系，而且要求中国禁止他们入境也就带有歧视意味了。网友暗夜灯火说，大学时读的是师范学院，当时问了身边一些女生对于校内黑人留学生的看法，都说身上味道大，不想接触，但是总能看到那些黑人搂着黄皮姑娘卿卿我我。后来在健身房碰到一个叫 Alex 的黑人，聊了一下，说是每个月发6000的补助，当时还问我 Bro 晚上去不去酒吧，我当时委婉的拒绝了。虽然是个小城市，但酒吧消费动辄大几百，玩得欢一点就要上千，大学生活费一个月也就1200。最骚的是Alex 说去酒吧不用钱，你只管嗨就行。明白了，原来是洋人不要钱，我们黄奴要收钱。网友 Eggbell 说，在清华大学被打成右派的冯国将老人说，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留学生的条件就远好于中国学生，住的是单人间，全天都有暖气，中国的学生宿舍只有晚上有暖气。中共还给留学生发钱，好像是100还是200，应该是远高于当时中国百姓的月收入，而且那个时候留学生就玩女人了。不过每个留学生的一举一动也会被辅导员详细的记录，冯国将老人认为这些属于统战工作的一部分。网友 Mini Worm 说，量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后清之称谓果然不假。网友 Philip Trump 说，量韭菜之物力，解黑爷之欢心。网友红尘说，上一年回乡的某一次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你要不要检查一下艾滋，免费的。我问为什么，医生告诉我，我们的家乡城市已经被列为重点检查城市了。我突然起了鸡皮疙瘩。网友乐01 app 说，刚开始叫解放全人类，牛逼吹大了，改小点，赶超英美，直到搞到民不聊生，浮尸遍野，目标改成了4个现代化，也是无望，只得低调的改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标实现小康，还是不行，那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导致全民堕落，贫富悬殊，不得已最后只剩维稳，还不行，开始做梦了，中国大大梦，
真的厉害了，我的国！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我是 Klaus，我们下次再见。